孙子兵法虚实篇，隐藏真相，创造胜机。虚实篇强调了战争中运用虚实的原则，先到战场并等待敌人的一方能够保持从容和主动，后到战场并匆忙应战的一方则容易疲劳和被动。他提倡善于调动敌人，使其陷入我方的计谋中，而我方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避开敌人坚固的地方，攻击其虚弱的地方，透过变化来获得胜利。孙子说，凡是先到战地并等待敌人的，就能保持从容和主动的态度，而后到战地并仓促应战的，则容易疲劳和被动。因此，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够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能使敌人上钩的方法是透过小力的引诱，能使敌人无法到达预定地点的方法是透过各种手段的阻碍。因此，当敌人休整得好时，我们要设法使其疲劳；当敌人供应充足时，我们要设法使其饥饿；当敌军驻扎安稳时，我们要设法使其移动。出兵时要指向敌人无法救援的地方，行动要在敌人意料之外的方向。行军千里而不感到疲劳，是因为行进在没有敌人或敌人没有防守的地区。进攻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攻击的地方敌人没有注意防守，或者不容易守住。我们的防守能够牢固，是因为我们扼守在了敌人不敢攻或不容易攻破的地方。因此，善于进攻的人能够使敌人不知道如何防守，善于防御的人能够使敌人不知道如何进攻。多么微妙呀！微妙到看不出一点端倪，神奇呀！神奇到听不出一点声息。这样我们就能够主宰我们的命运。在我们前进时，敌人之所以无法抵抗，是因为我们攻击敌人薄弱的地方；在撤退时，敌人之所以无法追赶，是因为我们迅速撤退，使敌人追赶不上。所以，如果我们求战，即使敌人坚守深沟高垒，也不得不出来与我们求战，因为我们进攻的地方是敌人必救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想交战，即使画地自守，敌人也无法与我们交战，因为我们改变了敌人的进攻方向。所以，用示行的方法欺骗敌人，诱使其暴露企图而自己不露行迹，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虚实。即使有间谍的存在，也无法探明我们的虚实。即使敌人很高明，也想不出对付我们的办法。根据敌情而取胜，将胜利摆在众人面前，众人却看不出来，他们只知道我们是根据敌情变化取胜的，却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根据敌情变化取胜的。所以每次的战胜都不是重复以往的方法，而是根据不同情况做出适应和变化。用兵的规律就像水一样，水流的规律是避开高处而向低处流动，用兵的规律是避开敌人坚固的地方，攻击其虚弱的地方。水因地形的高低而受限制，作战则根据敌情而制定取胜的策略。因此，战争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就像水流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能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取胜的人，被称为用兵如神。用兵的规律就像大自然的现象一样，五行相生相克，四季轮回交替，白天长短不同，月亮处处有缺有圆，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好，虚实这一章讲解了我们在战争中运用虚实的原则。善于调动敌人的人能够取得主动权，使敌人无法掌握战争节奏。通过引诱和干扰敌人，我们能够创造有利的战场环境，使敌人难以预测和应对。在战争中，我们应该善于选择战场和作战时机，避免敌人的坚守和追击，并利用敌人的弱点取得胜利。我们应该灵活变通，根据敌情的变化调整战略，以确保战争的成功。这一原理不仅适用于战争，也可以应用于人生和事业的各个方面，来让我们知道如何善于利用机遇变化，达到预期的目标。第7章军争篇，
智慧指引胜利的军事策略。在战争中，将领们需要接受军命，召集军队安营扎寨，并准备前往战场与敌人对峙。然而最困难的部分在于如何利用迂回的方式快速地到达目的地，将一副烂牌给打好，将看似不利的情况转变为有利的条件。我们就需要一位善于运用迂回战术的将领。虽然军争充满挑战，但只有能够精通迂回策略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孙子说打仗的道理，将领们需要接受军命，从召集士兵、搭建营帐，到前往战场与敌人对峙。在打仗中最难的地方就在于用绕路的方法实现比敌人更快到达战场的目的，把一副烂牌给打好，把看起来不好的条件变成好条件。所以因为我走了弯路，又用利益引诱敌人，让敌人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所以虽然我们出发比他们晚，我们却能比他们早到战场。能这么做，就是懂得绕路和直接的计策的人。打仗是为了有利，但打仗也有危险。带着所有的装备去争利，就会影响行军速度，就不能比敌人早到战场。而丢下装备轻装去争利，装备就会遗失。穿上盔甲急忙前进，不分昼夜的赶路，跑100公里去争利，那么三军的将军就有可能被抓走。强壮的士兵能够先到战场，而累坏了的士兵必然会落后，那样就只有1/10的人马能够按时到达。而强行走50公里去争利，前面部队的主将必然受挫，而军事一般只有一半能够按时到达。而强行走30公里去争利，一般只有2/3的人马能按时到达。这样部队没有装备就不能生存，没有食物供应就不能生存，没有战备物资储备就不能生存。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各国各友军的计划，就不要和他们联合作战。如果我们不知道山林、险地和沼泽的地形分布，那就不要行军。只有用当地人当导游，才能掌握和利用有利的地形。所以打仗是靠着用聪明的计划和出奇兵而赢的。先看能不能赢，再决定要不要行动。根据双方情况，或分兵或集中为主要变化。按照战场形势的需要，如果我们想要部队行动快速，那部队就应该像狂风一样旋转；如果我们要他们行动从容，那他们就应该像森林一样慢慢地展开。我们的军队攻城略地时，也应该像火焰一样迅速；我们的军队驻守防御时，就要像大山一样稳固；我们的军情隐藏时，要像乌云遮日；我们的大军出动时，要像雷霆万钧。夺取敌方的财物，掳掠百姓，要分兵行动；开拓土地，分夺利益，要分兵守住重要的地方。这些都要权衡利弊，根据实际的情况随机应变，先知道绕路和直接的计策的将赢。这就是打仗的道理。军政说，在战场上用语言来指挥，听不清或听不到，所以设定了筋骨。如果用动作指挥，就会看不清或看不到，所以我们用旗帜。筋骨和旗帜是用来统一士兵的视觉和听觉，以及统一作战行动的。既然士兵都听从统一指挥，那么勇敢的将士不会自己往前冲，胆小的也不会自己后退，这就是指挥大军作战的方法。所以夜间作战要多处点火，频频击鼓；白天打仗要多处设置旌旗。这些是我们用来扰乱敌方的视觉和听觉的。对于敌方三军，我们可以打击他们的气势，让他们失去信心；对于敌方的将领，我们可以动摇他们的决心，让他们失去斗志。所以如果敌人早上刚到，他们的气势必定旺盛；等他们排好阵到中午了，他们就会累了，而气势也会低落。等到天黑，他们想回家，气势就会更加的衰竭。会打仗的人在敌人气势旺盛的时候就会避开敌人，等到他们心情低落时才在发起猛攻。这就是正确运用信心的道理，用管理严格的我军来对付管理混乱的敌军。
用我冷静稳定的军心来对付军心不安的敌人，这是掌握并运用军心的方法。以我静怒到达战场，而等远路赶来之敌；以安稳的我军来对付精疲力竭的敌军；以吃饱喝足的我军来对付饥肠辘辘的敌军。这就是懂得并实践治理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让敌人的力量变得困难。不要去迎击旗帜整齐、部队统一的军队，不要去攻击阵容严整、信心饱满的军队，这是懂得战场上的随机应变。所以打仗的道理是，如果我们对战高地，那要靠山丘制敌，而不要正面攻上去。对假装逃跑的敌人，我们不要追赶；对于敌人最精锐的兵力，我们不要去硬碰；对于敌人派来诱惑我们的兵力，我们不要贪婪；对正在撤退的部队，我们不要去阻止；对被围住的敌军，我们要留一个出口；对于已经走投无路的敌人，我们不要太逼迫。这一些都是打仗的基本道理。好，这一章中孙子提供了智慧来指引胜利的军事策略，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战场上，也可应用于人生中。兵法中的智慧与人生哲学相辅相成，他们告诉我们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要灵活变通，善于运用智慧和策略，用智慧来引领我们走向胜利的道路。在我们人生的挑战中，智慧也是攸关成败的关键，它能够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困境中找到出路，化不利为有利，把一手烂牌给打好。好，下一章是9变篇，我也会在这几天加班加点的更新，订阅支持我一下吧，非常感谢。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